结婚当天，我被顾岁的女兄弟泼了满身红酒，他摇晃着空酒杯，豪迈一笑，一不小心手滑了，弟妹不会介意吧？却只字不提一句道歉。顾岁笑容宠溺，少占便宜，老子是你哥。众人看向狼狈不堪的我，大气不敢出。温梦田捶了下顾岁的胸口，冲我笑得意味深长。我和阿岁从小就不分彼此，兄弟之间胡闹惯了，你可别介意呀。顾岁附和点头，只是一场仪式而已，穿着脏婚纱也没什么，你要真介意，大不了婚礼延期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周围人面面相觑，他们以为一场吵闹在所难免，却没想到我主动摘下婚戒，抬手大方套在他女兄弟的手指上。今晚喜宴，记得帮我留个位置。我的确满意了，满意自己此刻的心如止水，毫无芥蒂。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顾岁一下愣住了，温梦田高兴地摆弄着手指，回头对着他撒娇道：“这戒指还挺漂亮，我要了。”顾岁终于意识到今天是我们结婚的大好日子，这样闹不像话。他起身把温梦田护在身后，随后解释道：“梦田他开玩笑闹着玩呢，在场其他人也是主动开口打圆场。就是宁熙，你别误会，今天你才是主角，我配吗？明明被泼了一身红酒，狼狈丢脸的人是我。”顾岁第一反应却是替温梦田辩解，怪我一直把阿岁当好兄弟对待，没太多顾忌，害得宁熙你不开心了，对不起啦。温梦田嘴上虽然说着道歉，双手却大喇喇亲昵搂上了顾岁的脖颈，而那枚戴在我手上些许宽松的戒指落在温梦田手中，尺寸却是无比的契合。我挑眉轻笑，这戒指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顾岁脸色一变，语气变得不耐烦。梦田刚才都解释清楚了，宁熙你还要闹什么？我和梦田一起长大，感情如兄弟，他是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才这样玩闹。此话一出，在场其他人的表情尴尬了，把红酒泼到婚纱上，毁了新娘子人生中期待的日子，这是能用玩闹二字轻飘飘一笔带过的，多么荒唐可笑的借口啊！温梦田嗔怪地扯了扯顾岁的领结，怎么能对宁熙发脾气呢？他会被你气哭的。宁熙你别怕，我这当兄弟的一定帮你好好收拾他。他笑盈盈地望向我，上扬的唇弧分明是满满的挑衅。顾岁冷漠地看向我，逼得梦田受屈服软。你心里一定乐开怀了吧？我恍若被一盆冷水从头浇下，却抵不过心口如被利器贯穿的撕裂之痛，身体止不住地颤抖起来。因为这段越界的兄弟情，我和顾岁之间爆发过无数争吵，他总是习惯偏袒他的女兄弟，斥责我不可理喻，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冷战，一直逼得我忍不住低头认错，他才肯回来。有人说，在一段感情中，先爱上的人注定卑微。顾岁是肆意妄为的大赢家，而我永远是他的手下败将。还没碰面呢，我就已经知晓温梦田的存在了。那时候我和顾岁刚刚确定恋爱关系，他告诉我他有一个特别要好的女兄弟。起初我没怎么放在心上，毕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关系亲近些也是人之常情。但是后来我渐渐发觉，顾岁手机的锁屏密码设置的是温梦田的生日，顾岁各个支付账号所绑定的亲密付只有温梦田能够享用。顾岁从来都不会送我鲜花，就因为温梦田对花粉过敏，哪怕我因为阑尾炎住进了医院，只要温梦田打来一个电话，顾岁就会把病重的我丢在医院，跑去照料温梦田。我不止一回递质问过顾岁，可他却特别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：宁熙，你可别乱吃醋，我和梦田是一起长大的，在我眼里他就跟男的一样，我怎么可能对兄弟产生那种感情呢？难道谈个恋爱就必须要跟好兄弟划清界限吗？我可做不出那种重色轻友的没品之事。在顾岁的心中，温梦田这个女兄弟永远都更为重要，而我这个未婚妻却沦为了他们兄弟情深中的一个可怜的笑柄。现场的氛围极为尴尬，朋友们纷纷举起酒杯祝福，想要赶快结束这场闹剧。唯有我慢慢放下了酒杯。顾岁立刻就恼怒了：宁熙，你这么较真，让大家都下不来台，这有意思吗？我站起身子，你们尽兴的吃好喝好，我就不叨扰了。温梦田佯装要拦住我：宁熙，你不要走啊，今天你可是新娘子，是这场宴会的主角呀。要是我哪里让你觉得不舒服了，你尽管说，我肯定好好向你道歉。让他滚蛋，我可不会惯着他这臭脾气。顾岁朝着我大声怒吼，然后又眉眼含情地看向温梦田：咱们接着玩，可别破坏了这难得的好心情。顾岁满心满念的只有温梦田这个好兄弟，其他的一切他都可以全然不顾，包括我这个未婚妻。
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发现这场所谓的结婚仪式来的都是他的朋友，而我的身后没有一个人。其实这不是我和顾穗第一次举办婚礼了。然而温梦田因为路痴找不到婚喜，顾穗就宣布取消仪式，推迟结婚。温梦田旅游回国需要人接机，顾穗扭头就抛下众多宾客，急匆匆赶去当司机。温梦田嘲笑我挑选的婚纱丑陋又廉价，顾穗毫不犹豫地把婚纱剪得粉碎，又一次错过了预定的婚礼时间。我已经记不清遭受过多少人的同情与嘲讽了。到最后，当顾穗再次提起婚礼的时候，我已经彻底没有任何情绪了。反正婚礼总是会被中断，干脆就谁也没有通知。果不其然，最后还是以一场闹剧告终。顾穗口口声声说真正爱的人是我，我才是他要相伴一生的人。可是他把赤裸裸的偏袒都给了温梦田，借着好兄弟的名号，做着情侣之间才有的亲密举动。此时此刻更是任由温梦田对我进行羞辱，这让我过去所有的信任与坚持都沦为了自取其辱的笑料。换下沉重又脏兮兮的婚纱，刚走出酒店，微信群里就收到了一条新消息。温梦田上传了一段视频：宁熙，阿穗他不小心喝醉了，我们只是纯间的友谊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呀。晃动的画面里，顾穗带着宠溺的笑容看向温梦田，任由他的嘴唇贴了上来，两人吻得满脸通红，难解难分。周围全是起哄叫好的声音，再明显不过了。温梦田这是在故意挑衅我，要是放在以前，我肯定会情绪失控，悲痛欲绝。可是这一回，我的内心却感觉不到一丝的疼痛，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，没有任何情绪。酒店门口的大风呼呼地吹来，冷冷地刮在脸上。我眨了眨发涩的眼睛，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。原来心死之后就不会有难过的感觉了。紧接着，顾穗也发了许多照片，都是他们聚会玩乐的场景，其中有不少他和温梦田各种亲昵搞怪的贴脸照片。他没有给我任何解释，更不关心我的离去，就如同我在他心中的地位无足轻重。我也没有像从前那般歇斯底里，而是点开了公司邮箱，申请出国外派。半年前，公司在海外设立了新分部，急需人员帮忙。当时管理层极力劝我报名，宁熙，这可是个天上掉馅饼的好机会，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呀！只需要3年的进修时间，你还这么年轻，好好拼搏一次，未来就大不一样了。但最终我还是放弃了。那时的我把顾穗当作一切，舍不得3年的分离。对我而言，能嫁给顾穗一起经营幸福的小家庭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可是后来我穿了无数次婚纱，却连嫁给他的资格都没有。在申请期间，我马上联系了上司，得知我答应外派出国，他特别激动。宁熙，你终于想通了，不枉我天天在你耳边念叨。他立刻就着手帮我办理加急手续，一直在公司忙到深夜，才终于确定了所有流程。半个月后我就要出国了，得赶紧准备起来。当我推开家门的时候，屋里灯火明亮，一眼就看到沙发上重叠着的2个人影。温梦田跨坐在顾穗的大腿上，他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白衬衫，扣子没系好，下半身还露着2条腿。那件衬衫特别眼熟，是顾穗的。宁熙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和阿穗都等你好久了呢。温梦田朝着我娇俏地笑了笑。深更半夜，她衣着单薄地靠在顾穗怀里，完全是一副当家女主人的模样。我平静地点了点头，不好意思，不小心打扰到你们了，然后朝着卧室走去，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因为他们的亲昵而失态发怒。我这种反常的态度让顾穗有些发愣，耳边难得传来他的解释：你别误会，梦田喝多吐了，所以来这儿换了身衣服，现在这么晚了，他回去也不安全。顾穗似乎忘了我也是一个人回的家，或许他根本就没在意过。我淡淡的应了一声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顾穗一下子愣住了，我面带笑容地看着他，宁熙，你不生气？我轻轻一笑，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，互相照顾是很正常的呀。没料到我会如此坦然，温梦田的脸色微微变了，顾穗更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。我等了一会儿，见他还站着不动，就准备转身回卧室，但是顾穗突然抓住了我的手，他皱着眉头，语气很不耐烦，今天梦田是有点过分了，但是你也知道，他就是大大咧咧的性格，不是故意的。我这急去洗漱睡觉，就打断了他，我真的很困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。宁熙，你到底在闹什么？顾穗一下子就恼怒了。我疑惑地抬眼看着他，我没有闹啊，他好像被气坏了，冷哼一声转过身去，但没有离开。过了几分钟，见我没有任何反应，他才气愤地摔门而出。
我知道顾穗生气的原因，难得给我一个台阶下，我竟然没有服软去哄他。目睹了全过程的温梦田得意地朝我笑了笑，赶忙追了出去。我没有理会，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，期间随手玩了会手机，不小心点进了温梦田新发的朋友圈。照片里，他歪着头靠在顾穗的肩膀上，顾穗微微低着头，两人脸贴着脸，亲密无间。配文：好兄弟才能真正陪你一生一世呢。评论区很热闹，他们的共同朋友都在齐刷刷的调侃起哄。我自嘲的笑了笑，很平静的滑了过去，关灯睡觉。不出所料，直至我入睡酣然，顾穗也没有回来。然而第二天出门上班的时候，却碰到他开门回来。顾穗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，好像在期待着些什么，但看到我一脸冷漠的样子，他终于忍不住了。宁熙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我昨晚没回来，你为什么连个电话都不打来关心一下呢？顾穗把我拦住，双眼通红地瞪着我，向来带着愠怒的眼眸里竟然有了委屈的神色。我眨了眨眼，十分不解，有温梦田这个好兄弟在，我想他会好好照顾你的。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能让顾穗满意，他紧紧抓住我的手，声音变得焦急起来。难道你还在因为昨天的事情生气吗？我摇了摇头，笑着对他说，你想多了，我还要赶着去上班呢。我装作没有看到他那错愕的眼神，起身打算离开，却又一次被人叫住。昨天的婚纱弄脏了，不如今天我陪你重新去选一套吧。说这话的时候，顾穗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身上，似乎在盼着我能露出高兴的神情，而我却毫不在意，你带温梦田去就好。顾穗一下子愣住了，你不想去？的确，以前顾穗主动邀请的时候，我肯定会马上欣然答应，就怕错过了这难得的甜蜜时刻。可是现在我正忙于出国的事情，要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，哪还有闲工夫去试穿根本用不上的婚纱呢？我最近加班，有点忙，而且你也说过温梦田的眼光更好，那就让他去选吧。我拿起包包，快速走出大门，任由顾穗满脸失落，呆呆地站在原地。以前每次争吵之后，他都会去找温梦田，却拿工作来敷衍我，不管我被痛苦折磨得如何痛哭流涕，他都无动于衷。现在我学着顾穗敷衍的样子，才发觉原来放弃一个不爱的人真的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可接下来的那几天，顾穗就像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一样，毫无缘由的就缠上我了，开始时不时的发消息找我聊天。明熙，你啥时候下班啊？今晚我去接你，这条手链看起来不错，买下来送给你当生日礼物好不好？晚上早点回家，我新学了一道香辣醉蟹，专门做给你吃的。这比过去半年给我发的消息总量还要多。可谈了好几年恋爱了，他竟然不知道我对海鲜过敏，反而是温梦田最爱吃海鲜。顾穗甚至还主动跟我商量起婚礼的安排来。以前一提到这个话题，他永远都是满脸的不耐烦，我工作忙得很，别拿这种小事来烦我。而现在呢，我正忙着对接工作，准备出国外派的事情，所以轮到我对他发来的消息不理不睬了。要不是这天顾穗突然出现在公司楼下，我都快把他这个人给忘了。一见面，他不由分说就拉着我去酒店，说是想要正式的向我赔礼道歉。可没想到一推开包厢门，温梦田也在里面。宁熙，都怪我太看重兄弟感情了，又老是爱打闹，惹你生气了。他脸上带着满满的真诚歉意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以后我一定会把握好分寸的，再也不会影响你和阿穗的感情了。然后他站起来端起酒杯，说要好好的向我赔罪。就在他抬手敬酒的时候，从口袋里掉出来一本红红的结婚证，照片上的两个人亲密地抱在一起，笑得特别甜蜜。女的正是面前的温梦田，男的却是顾穗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发觉自己好像失去了感知情绪的能力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悲伤，心里渐渐涌起一种荒谬的可笑感觉，还有一种尘埃落定后的果然如此。顾穗口口声声说温梦田只是他的女兄弟，但在这段不正常的三人关系里，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局外人。他一次又一次地纵容温梦田，抛下生病住院的我不管，无视我那被红酒弄脏的婚纱。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，他冷漠地看着我陷入绝望崩溃，无情地把我的真心像破鞋一样扔掉。所以他能和温梦田领证结婚，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意外。也就是在这一刻，我确定自己已经彻底放下顾穗了。对于这个曾经爱到想把他融入自己骨血里的男人，真的是一点爱都没有了。在不小心调出结婚证之后，温梦田的目光就直直地盯着我的脸，
好像很期待看到我情绪失控的样子。可惜要让他失望了，我没有震惊，也没有生气，甚至脸上的表情都没有丝毫变化。我拿起那本轻飘飘的结婚证，很淡定地塞回他手里。以后做事仔细点，补办结婚证可不是件轻松的事。和我这种从容淡定相比，顾穗倒是难得的慌乱起来了。宁熙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别误会，这件事我能向你解释，其实都是我不好，阿穗也是被逼无奈的。旁边的温梦田突然说话了，他对着我笑了笑，满脸都是歉意。阿穗是为了帮我，宁熙，你要是有怨气，就都冲着我来吧，这都和阿穗没关系。顾穗马上就变得温柔起来。梦田，你也有你的难处，作为你的好兄弟，你遇到困难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他们俩又开始演起了兄友弟恭的真情戏码，我又成了一个局外的旁观者，这样挺好的。我默默地端起一杯热茶，观赏起这场无比无聊的真人秀。宁熙，你听我说，领证这件事，我和梦田都是迫不得已。顾穗皱着眉头，这样向我解释。梦田家最近投资失败了，他爸妈就打他的主意了，想逼他嫁给一个老头，来换取大笔投资。梦田还这么年轻，大好的人生可不能就这么被毁了。我和他领证，只是为了帮他摆脱原生家庭的包袱，而且我们都商量好了，等风头过了，我和梦田就去离婚，只是暂时的。温梦田也在旁边附和着说，是啊，我和阿穗之间清清白白的，你可千万别误会了，反正你和阿穗感情一直很好，领不领证其实没什么区别。还是说在宁熙你眼里，阿穗是个见异思迁、始乱终弃的渣男，在婚礼上让我被人嬉笑羞辱，无数次在选择中抛弃我然后离开，却还和自己的好兄弟最后吻得难解难分。难道这些发生过的事情还不能成为确凿的证据吗？可能是我脸上认同的表情太明显了。顾穗一下子就生气了，突然爆发，我都这么低声下气地向你解释了，宁熙，真不知道你还在计较什么。梦田被家庭逼迫，已经这么可怜了，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是不是非要看到他的人生全毁了你才满意呀？算了吧，阿穗，都是我这个做兄弟的错。温梦田眼眶红了，又让你和宁熙之间不愉快了。其实我一直有句真心话想对你说。我抬起眼睛看向温梦田，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，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两种性别，要么男，要么女。性别认知障碍是一种病，早看早治疗。温梦田的笑容一下子就破碎在脸上了。还有你，顾穗，骗别人也就算了，别把自己都骗了。我转过头，对上他充满愤怒的双眼，心里只剩下厌烦这种情绪。你和温梦田都亲嘴了，证也领了，需要我现在补上一句，祝你们新婚快乐吗？我觉得我自己的态度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，但顾穗就像是听不懂人话一样。好，宁熙，你真是厉害极了，算我顾穗瞎了眼，居然会喜欢上你这么冷酷无情的女人。他用力地拍着桌子，愤愤不平地说道，梦田碰到这么大的麻烦事，你没有一点同情心也就罢了，还一个劲地捣乱乱吃醋。我都已经好言好语地向你解释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现在当着我的面，你要是不认认真真的向梦田悔悟道歉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到此为止，真是太滑稽了。之前温梦田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向我赔礼道歉呢，怎么一转眼的功夫，我这个受害者就成了加害者了呢？实际上，这不是顾穗第一次用分手来要挟我了，以前我深爱着他，对这段感情十分不舍，所以不管受了多少委屈，因为爱他，在乎他，我无数次选择让步。时间一长，顾穗好像就抓住了我的这个弱点，利用我对他的一片真心，他以为这一次也能够如愿以偿。可是我是因为爱他，才有了让他肆意妄为的软肋。如今他在我心里的情分已经完全耗尽了，终于轮到我来掌控局面了。于是我很平静地回答他，好啊，那就分手吧。话一出口的瞬间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清醒，甚至还清楚地在温梦田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喜悦。但偏偏顾穗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，他先是失魂落魄的一愣，紧接着强烈反对，不行，我不答应。宁熙，你明明爱着我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提分手呢？你到底有没有把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放在心上？这个男人死死地盯着我，眼神里竟然闪过一丝惊恐。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以前真是瞎了眼，当初怎么就会对这样的男人爱得死去活来呢？顾穗，先提出分手的人是你，不是我，所以你怎么还有脸在这里质问我呢？顾穗一下子就愣住了，他嘴唇颤抖着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，最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原本满脸笃定的温梦田一下子有些慌了。
只见他眼睛一闪，突然用沙哑的声音说道：“阿穗，你别跟宁熙吵架了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吧，我不想做破坏你们感情的第三者。”他看着顾穗，眼眶里泛起了泪花。就算被我爸妈逼着嫁给那个糟老头，我也认了，只要我的好兄弟能够幸福快乐，我就知足了。然后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却又不知怎么的虚弱地跌倒在座椅上。梦田，顾穗的注意力立刻就转移到了温梦田的身上，他抱起温梦田，飞快地冲出了酒店。他的神情看起来比刚刚听到我答应分手的时候还要慌张，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被他抱在怀里昏迷着的温梦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开了眼睛，就像一个胜利者一样，朝着我露出了挑衅的笑容，仿佛在说：“宁熙，你输的可真惨啊！”对此，我特别不能理解，回收一堆脏垃圾罢了，这有什么值得得意洋洋去炫耀的呢？接连好几天，顾穗都在温梦田身旁悉心照料着，倒不是我故意去探听消息，给自己找不痛快，而是温梦田不停地骚扰我，给我发了好多消息，有图片，也有视频，全都是顾穗温柔又体贴的样子。宁熙，有时候我真觉得你好可怜啊，当了阿穗那么多年名正言顺的女朋友，却从来没有享受过她的照顾。你也该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我这个女兄弟才是她心里最重要的人。的确，谈了这么多年恋爱，我从来没有感受过顾穗的悉心关怀，可那又怎样呢？被人照顾是很值得骄傲的，是吗？难道离开这个男人，我就没法活了？不过也多亏了温梦田的帮忙，顾穗很长时间都不回家，这使得我的搬家过程顺利的出奇。马上就要出国外派了，未来3年里，我基本上很少回国，也没必要再浪费时间重新租房子。于是我把大部分行李先寄回家里，留下一小部分带着住进了酒店。紧接着就是交接公司的项目，加急办理出国护照，每天都是忙得不可开交，眼睛一闭一睁就又是忙碌的一天，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浪费。直到1个星期之后，我才接到顾穗打来兴师问罪的电话，家里属于你的东西怎么全都没了？宁熙，你都快30岁了，还以为自己是小姑娘玩离家出走呢，能不能学着懂事点？30岁怎么了？难道他活不到30岁吗？我皱了皱眉头说：“顾穗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觉得我没必要向你汇报我的具体行踪。”什么分手？我不同意！电话那头传来顾穗愤怒的吼声。那天在酒店里，我是被你气急了才一时说重话，你真是太狠心了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呢？你是我老婆，我没同意分手，你就不准离开。我笑了，顾穗，你说错了，和你领证的是温梦田，她才是你的老婆。我们那是有原因的，都说了以后会离婚，然后和你领证，这么点小事，你为什么就是揪住不放呢？顾穗的语气越来越恼怒，我却更加淡然。顾穗，当初你一次又一次的取消、推迟婚礼的时候，也没有经过我同意，可你还是那样做了，所以现在我要分手，也不需要你点头同意。对面一下子就没声了，过了好半天才传来顾穗慌乱又不知所措的声音：“不是这样的，宁熙，我爱你呀，我只爱你呀，是吗？”顾穗，可我不稀罕了。说完这句话，我也懒得管那边是什么反应了，直接就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惬意地躺在酒店的按摩浴缸里。手头上的公务已经交接完了，接下来就是享受和友人聚会的休闲时光了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这天晚上，当我从 KTV 出来的时候，会碰到在外边守了很久的顾穗。他一下子冲到我面前，紧紧抓住我的手，双眼通红地质问道：“宁熙，你之所以要和我闹分手，就是为了这个小白脸吗？”说这话的时候，顾穗脚步踉跄，脸颊涨得通红，浑身散发着刺鼻的酒气。而他所说的小白脸是我的同事。我即将远赴国外外派，临别的时候就请了几个相熟的同事一起吃饭。同事有男有女，只是喝醉了酒的顾穗完全丧失了分辨能力。但是既然已经分手了，我就不需要向他解释任何事情。就算我真的有了新欢，那又怎样呢？顾穗，要撒酒疯到别的地方去，别在这里丢人。我把手抽出来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冷冷地看着他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真的就这么轻易放弃了？顾穗用受伤的眼神看着我，你好绝情，这就叫绝情了？我笑了，这才哪到哪呢？顾穗，你的报应还在后面呢。第二天，我就把顾穗和温梦田一起送上了热搜，证据确凿地将这对渣男贱女钉在了耻辱柱上，包括顾穗多年来对我的冷暴力，包括温梦田一次次发给我的挑衅消息，
还有那段婚礼的录像片段。为了记录下最美的时刻，嫁给最爱的那个人，没有人会知道，在婚礼进行的时候，在那杯不小心划手的红酒泼到我的婚纱上的前一秒，我还怀着一丝期待，希望婚礼能够顺利进行下去。为了记录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，我在角落里安置了录像机，却没想到阴差阳错地拍下了温梦田对我使坏的整个过程。一经曝光，两人立刻就成了畜生的代名词。等待他们的不仅是社会性的名誉扫地，还有金钱方面的赔偿。温梦田肯定想不到，他得意地毁掉的这件婚纱价值20万，裙摆是用昂贵的真丝缝制的，沾上一滴红酒就彻底报废了。等待他的是律师函和高额的赔偿账单。这些年据我所知，温梦田花钱大手大脚，根本没存下什么钱，就这20万就够他头疼的了。而那时的我正忙着出国，就把事情全权委托给了律师，然后就全身心投入到海外分公司的建设中。等到再次收到国内的消息时，却被告知温梦田进监狱了，是他自己把自己送进去的。原来在收到那份天价赔偿后，温梦田的家人毫不犹豫就和他断绝了关系，生怕沾上一点赔偿责任。无奈之下，他理所当然地想找顾穗帮忙，以为凭借好兄弟的情谊能够轻松解决，却没想到在他私下多次挑衅我的事情曝光后，顾穗就恨上了温梦田，把我和他分手的原因都归咎于他。气急败坏之下，温梦田盗取了公司内部的机密文件，卖给了顾穗公司的竞争对手。顾穗顿时暴跳如雷，报警把曾经的好兄弟送进了监狱，却无论如何也挽回不了公司的损失。没撑过3个月，公司就宣布破产了。我从业这么多年，还从没见过这么疯狂的被告人呢，真是开了眼界。听着律师的感慨总结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挂断电话后，我伸了个懒腰，继续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。有些烂事听听就好，当个消遣，早点忙完这个项目。丰厚的年终奖正在向我招手呢。